我现在在老挝的南部那邦酒店洗涤的工厂，我们平时住在酒店的被子、床单都是在这种工厂里面洗的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工厂老板背后的故事。大哥，你是哪里来？我浙江的，浙江温州。当初为什么选择来老挝了？第一次来老挝的时候是跟我姨父一起过来的。就我们家族一直以来是搞草药的，老挝这边以前有很多草药石虎，然后我们就一直过来老挝搞石虎。后来呢，这个老挝的石虎也进入我们中国的保护名录了。然后我们就没搞了，一直来我们就是说做其他生意。第一次来老挝的时候，当时是06年，那时候我高中毕业来老挝玩了3个月。15年的时候又回来，我办了这个厂。我18年搞的，19年就疫情来了嘛，过之后我就回国了嘛。我回国3年，然后今年又重新把这个厂搞起来。我们有3台100公斤的，1台50公斤的洗衣机，2台100公斤的烘干机，1台50公斤的烘干机，是在琅勃拉邦是最大的洗衣机和烘干机了。然后这里烫平机，就是说给床单熨烫、熨整套。然后这边是折叠机，整套是不能折叠的。然后呢，它只能折床单和被套。你这里最贵的一台机器是哪一台？最贵的是我们这台烫平机，当时买的是15万多。这整个是一台？就这一台，这里是折叠机，这个不一样的。就这台烫平机，他买了15万块钱。洗衣机贵不贵？洗衣机不贵，洗衣机8、9万一台。9万还不贵啊？8、9万，洗衣机算是一般了，在我们国内属于是中档水平。地是自己买的还是租的？地是租的，但是我签的是长约，当时的时候签的是20年的。设施全是自己建的？全部是自己建的。方便透露一下花了多少钱吗？盖房子倒是他花了大概有20万，其他的设备呢？那就要100多万了。当时我刚进来的时候，老挝没有这么大的机器，报关的时候，那个老挝海关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。然后呢，他去问确定了一下，拿过来说这个东西他们没见过，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。他说老挝一直以来没有进过这么大的洗衣机。后来的时候，老挝政府确认了之后，那个报关税，我这个关税我都付了7万多块钱，这个几台机器的关税就付了7万多块钱，还不带运费嘞。可以说是比中国办一个厂的话，比中国成本要高很多，因为老挝什么都贵。老挝这边它有没有洗涤厂？老挝人也有。跟中国开的有什么区别没？他们那个洗衣机都很小的，都是30公斤，就是我们家用洗衣机。他们基本上以小客栈啊、小旅店为主。像我们的话，我们都以大型洗衣机为主。我们这个洗涤的工艺呢，跟别人的工艺不一样。后来我们这个温度，洗涤温度达到70度。为什么我们洗的比别人干净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温度高，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的化料好。我的化料全部从广州那边，就是说依照老挝的水质去订过来的，全部都有蒸汽洗的。像这个烫平机，我们这个烫平机都是一次成型的。就是说，你放进去之后拿出来就折叠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势。这个是烘干机，这个烘干机是烘浴巾、毛巾用的。这个毛巾、浴巾烘了之后更柔软、更柔顺。很多酒店的传单往你这送，你怎么样才能区分开每一家是每一家的酒店？有些酒店他们有标签啊，像它有自己的标签，它有自己的 logo。然后呢，有些酒店他们没有 logo 的话，我们会一个酒店一桶放着洗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很容易的区分开来，就不会把它搞混掉。然后，要是像有些酒店他们量少，不够一桶，我们会跟有些有 logo 的或者同批次的，我们就放在一起洗。这样的，就是说床单，我可以把你的床单跟别人的被套放在一起，把你的床单跟别人的浴巾放在一起，就是错开，对，好分拣，对，错开分拣，对。这里的温度有多少度？温度大概现在有40多度。哦。这个视频是我拍视频以来最热的一次，他们的车间温度，他说40来度，我感觉都不止，至少50度往上。拍1分钟我得出来透个气，受不了，太热了。这个钱才是真的难挣。你看，这个旁边就是锅炉，那锅炉是烧柴火的，因为老挝毕竟的话是农业国家，它那个柴火比较便宜。我们以前有个老锅炉，但是那个锅炉已经3年了，为了安全考虑，我们就把老锅炉淘汰了。然后我们这次进来呢，就重新买了一个新锅炉。中国发过来的吗？对，全部是中国发过来，老挝没有生产啊。这个是2吨的嘛。那他们老挝本地人也用锅炉去烫染还是怎么样？老挝本地人他们没有锅炉，那怎么弄干？他们的话，一个是他们手熨，就是我们家有那个熨斗嘛，还有一个他们是用那种电锅炉，那个小型的电锅炉。要电锅的话，就成本就高了。我们的理念跟老挝人是完全不同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就是压低成本；第二个，我们就是提高服务质量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。像我们觉得了，对老挝人来说，他们就是说对这个环境是比较习惯的。他们都不出汗的。对啊，他们都不出汗，我们汗流浃背。我这里又不能吹电风扇，因为电风扇吹过去来的时候会把地上灰尘吹下来，会把那个床单弄脏。所以说，基本上我们就是不开风扇的，是这样的。现在老挝话怎么样？老挝话还算可以吧，跟老挝人沟通还是可以的。我们没有翻译的，就是我自己跟老挝人沟通的。如果说老挝
话是10分的话，你给自己打多少分？我只敢给自己打3分，因为我对洗涤这方面，然后呢，有些就是日常沟通的话，我基本上都能说，但是有些话的话我就说不来了，像那些政府部门对话或者怎样的，我就听不来了。就是行业内的。对，行业内的话我基本上没问题。因为工人1个月多少钱？试用期是200万，就是试用期结束之后是300万1个月，然后我们这边包吃包住。还包吃包住啊？对啊，伙食费的话，一个人大概1个月要150万。那南方的平均工资应该算高的了。我们比平均工资高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想留住工人啊。我们工人在我这里的话，那个工人可以说是事情干得越久，对我们来说越有利的。他们就是说熟练了嘛。有些人刚来的话会手忙脚乱，很多事情会出错。我们是服务行业嘛，就把质量把控好。所以说我们需要老员工，所以说基本上我的待遇是比别人高一点的。你全部要这样一个一个教他们做？对啊，因为老挝工人毕竟跟我们国内的工人不一样嘛。有什么区别？基本上老挝要3个人才抵得上中国1个工人。老挝工人的话，他们就是说责任心没有中国人这么强。我们中国人就是说干一个事情的话，我们想把它做好。老挝人怎么说呢？他们想能偷懒就偷懒，能就是省力就省力，这是老挝人跟中国人的区别。像我们这个厂子的话，在我们中国的话，基本上就10个人就可以了。我这里起码要20个人。老挝工人就是说没中国人这么好指挥，工作理念，然后生活理念跟我们都不一样的。他们生活理念可以说是比较天真，比较浪漫。只要够吃够喝，他们就够了，一天事情就干完了。够吃够喝，他们就不想做事情了。前段时间这样来了5个人，他们5个人过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在我这里包吃包住干了2个月，够钱买手机了。手机买了之后说都没说就走了，不给你通知，就通知都没有，是这样。然后我只能是把几个骨干，就是说那个工资提起来。像拉邦的酒店，说实话就是说，因为工人做得慢，他们退房也慢。基本上那个都下午4、5点钟才退房全部收拾出来，然后我们才能去拉床单。所以说，像我们这边做工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以晚上为主，晚上做，早上休息。我的工人他不是晚上不加班吗？我们工人晚上加班啊，因为我们招工的时候就跟他说了，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早上休息，晚上做，我们都是下午3、4点钟开工。如果像你们这里满负荷去运转的话，机器全开的情况下，一天能够做多少套？我们机器全开的话，一天可以做2000套左右。我给他算一下成本啊，一天2000套，1套3块5，一天7000多块钱。什么也多，现在也多少钱？成本啊，现在就是说中国化料贵，我们的化料基本上都比别人都贵。老板不愿意说实话，问不出来。我告诉你们，他的房租、人工一天好像是差不多是2000多块钱。我当时前面我听他说了，我气得他不承认。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应该有30%的利润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有的。大哥，我还想问你个事，为什么你们家做的工人10个里边只有1个男孩子？女孩子比男孩子细心一点，男孩子比较粗心，所以说我应该女孩子来做这个东西，我自己省心一点。我问个题外话，你哪一年的？我88年的。88年，今年36岁。对。你就没有其他的想法？没有其他的想法。我拍出来，你们都不相信，别说他了，我都不相信，别说你们不相信了。工厂里面允许员工之间谈恋爱吗？允许啊，我允许啊，这个我很开放的。允不允许老板跟员工谈恋爱？这个我个人不允许啊，我个人不允许。方便一起拍个照片不？可以。好，来，好，1、2、3，加油！